嗨，大家好，我是 Horace。今天的企划是 ITS 玻璃侧板的气能解决方案。那大家都知道，玻璃是没办法做网孔的，难免会影响散热。高阶机壳往往会用更多的风扇来去改善整体的气流。那 ITS 它的气能大部分都是用下吹式的散热。你看猫头鹰它都出了专用的海绵，那你就知道说下吹式在 ITS 界的主流地位。那我们今天找来了国际认证散热超差的 ITS 机壳 Swift 来看一下 5950S 在上面的温度表现，然后搭配这次的实验主角 2U 的伺服器散热器改装。第一个是对照组，我用有透气孔的 A70 来抓猫头鹰的 L965 来去做一个烧机的温度表现。那第二就会把这个整套把它移到 Shift 上来看一下它的温度上升多少。然后我会换上 2U 的散热器来看这个 2U 的散热器与 L965 这个很常见的 ITS 散热器有怎样的性能差别。我有另外找一款大型的 2U 散热器，但因为这个是 AM4 主板才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把它当作番外篇来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对照组。那 A70 我已经在2个影片都提过了，虽然它的透气侧孔不是很集中，但总比玻璃来得好。那我用 Pry 95烧机烧了半个小时，它的温度在84度。那这个时候 CPU 的功耗在这个主板的上限120瓦，那当天的气温是24度。那接下来我把它安装到 Shift 上面，那这个机壳我之前有介绍过了，又大散热又差，但因为外观有人觉得很好看，包含我在内。烧机之后它的温度上升到了90度的温度墙，那也因为产生了降频，所以它的功耗就下降到114瓦。稍微有一点点降频。那接下来讲一下这次我找的 2U 伺服器散热。这一种一般都是给伺服器的机柜使用的，它都是前进后出的风流设计。那搭配6000转的高转速风扇。那因为一般这个实在很吵，没办法使用，我这边找来了猫头鹰6公分的风扇。那这个6公分除了它的转速没有到6000转之外，它的马达内径也比较小。毕竟风扇都这么小一颗了，缩小内径大概也可以提升叶片的面积，减少中央无风区的问题来提升性能。那一样烧机烧了30分钟之后，功耗墙是一定会撞到的。这个时候它的频率竟然降到了 1.8G， 我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会这么惨烈，讲了那么多结果烂成这个样子。那我把它的侧盖打开之后，就从 1.8 上升到 2.4 了，那也从94瓦上升到104瓦。这个时候我把手放在旁边，有一股风出来，我就知道我把它盖上去之后，机热一定会卡在那里，所以我就把风扇从侧边移到了顶部，然后用抹布来加强它的气密，确保有把热风抽出去。就从 1.8G 变成 2.3G 了，证明侧吹式的伺服器散热器还是会碰到机热的问题，跟下吹式没有差别。这个结果我觉得蛮有趣的，但不会这样子就结束了。那一开始想到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也跟这个散热器很小有关，所以我就找来了网络上一个很宽的 2U 伺服器散热器。那它是2个6公分的风扇并排，就13公分那么宽，所以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主机板都可以装的。那也甚至会卡到我的机壳，所以我就把机壳风扇移到底部了。那它有4根热管加上铜底，转速在800转到5000转。在这边先听一下4000转的时候的噪音。那我用 Pry 95一样烧30分钟，这个时候温度是78度，然后维持在120瓦。可以看到它的性能其实就算装了玻璃侧板，还是比 L9i 更加的优秀。然后我把侧板打开之后，温度只下降了1度到77度，那我就意识到可能是因为一开始那个 1.8G 那一组是负压差，
那现在把它移到底部变成正压差，所以我就再装回去原本那一个小小的散热器。这个时候就不是 1.8G 了，就是 2.2G， 只差之前的顶置土炮风扇一点点。代表说，对于Swift 一代这款机壳，正压差会比负压差来得更加适合，有助于形成热空气上升的一个热对流。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的2U 散热器的装机实测。那我是 Horace，我们下次见喽，拜拜。